厨房的3种调味料竟然是脑梗的帮凶，您知道是哪3种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阿雅，今天一次性给你讲明白。脑梗死又称缺血性中风。柳叶刀神经学期刊发布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显示，1990至2017年近30年间，中风一直高居中国居民死亡原因榜首，情况不容乐观。中国居民40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现患人数达1242万，每年196万人因脑卒中死亡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帮凶，叫做油。你别看一个简单的油，天天都在用它，它的学问可大了。我们按照油的脂肪酸的饱和程度来划分，分为3类，分别是饱和脂肪酸、单饱和脂肪酸，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饱和脂肪酸。总体而言，油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越高，它对于我们的血管、对于我们的血脂的影响是越大的。那么，哪些油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呢？常见的有椰子油、棕榈油、黄油，以及我们常用的猪油。很多的动物的油脂，如鸡油、牛油、羊油，都是属于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油。正常人若长时间摄入饱和脂肪酸，可能会导致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升高，从而会因为游离的胆固醇过多，导致其沉积在血管内膜上，容易引起粥样硬化。长此以往，还可能会使血管腔变狭窄，导致血压升高，并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如冠心病、脑卒中等，同时可能会引起肥胖。所以说，猪油、黄油等动物性油脂是可以吃，但是别摄入的过多了，也不要长期吃一种油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，它们可以统称为不饱和脂肪酸，是一种比较好的脂肪酸。大部分的常用植物油，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都比较高，但是在这里面还有区别。不饱和脂肪酸有一个明显的缺点，它不耐高温。所以大家平常使用植物油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不要在高温下使用。如果我们平常偶尔爆炒一下，毕竟时间很短，问题还不大。如果是这些油去油炸食物，那么就不适合了。长时间温度过高之后，就会破坏多不饱和脂肪酸，从而形成的一些过氧化物或者醛类，不仅失去了营养，还是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多的危害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例如，其中有一种叫做丙烯酰胺的物质，它可以诱发肿瘤。特别是有些早餐店买的油炸食品，例如炸油条、炸油饼等，这些油往往是不换的，损耗了就往里面加新油。中老年人就千万不要吃了。我们生活常见的葵花籽油、玉米油、大豆油，都是不耐高温的油，都不适合油炸。真想用植物油去炸东西，选择菜籽油、调和油会比较好一点。而有一些特别健康的油，不但不能油炸，甚至不能加热。例如很多健康营养师推荐的橄榄油，尤其是初榨的橄榄油，里面含有很多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。这种油就不要用来炒菜了，加热一下就是浪费，只能用来凉拌。那第二个帮凶就是盐了。中国成年人过去40年间，平均每天食盐摄入量在10克以上，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量的2倍。众所周知，过量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、冠心病、中风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，并且之前已有研究显示，中国居民食盐摄入量偏高，并引起有关方面重视。
中国今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中，明确提出鼓励全社会参与减盐。研究人员指出，中国北方居民食盐摄入量为平均每天11.2克，较上世纪80年代时的12.8克有所减少，但是还是正常推荐量的2.1倍。盐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，尤其是血压的升高是非常不利的。盐具有高渗透压，人体如果吃了太多盐之后，就会让水分更多的进入到血管和血液中，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。血压一旦升高之后，影响到动脉。过咸的饮食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是非常不利的。正常人每天盐的摄取量不要超过5克，有高血压的情况甚至还有更少。除了食盐之外，很多调味品都含盐，例如生抽、老抽、蚝油，甚至鸡精都含盐。按我国法规，所有预包装食品都要注明其中钠的含量。钠和盐是这样换算的：1000毫克钠等于2.54克盐。1勺生抽的含盐量大约是2克，而1勺蚝油的含盐量大约是1.5克。那最后一个隐形的杀手就是糖了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出现严重的高血脂、脂肪肝都很常见了。有调查数据显示，目前高脂血症患者中青年患者的比例占38%左右，甚至儿童中也有近10%的人血脂升高。这和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是密不可分的。高糖饮食是罪魁祸首，除了炒菜的时候尽量不要放糖之外，也要尽量避免3餐之外吃其他食物。随处可见的糕点店、奶茶店里面的食物糖的含量都很惊人的。特别是有些年轻人不爱喝水，用饮料来解渴，饮料里面的含糖量也是非常高的。高糖饮食对身体的伤害，总结起来包括肥胖、高血脂、糖尿病、龋齿、痤疮等。厨房里3个隐藏的危害健康的帮凶，你知道是谁了吧？分别是油、盐和糖，大家一定要控制用量，多喝茶叶或者白开水，适量运动，早睡早起不熬夜，健康长寿很简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